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古力娜扎與李沁兩種美感的身材圖鑑，你覺得誰身材更好？古力娜扎與李沁兩種身材美學的並行敘事。當比例天賦遇見氣運生長，在當下娛樂圈的審美語境中，身材好不好早已不是一個可以用尺子丈量的簡單命題。社交媒體製造了無數單一模板，直角肩、A4 腰、漫畫腿、BM 風，卻也在無形中壓縮了女性身體美學的想象空間。而真正站得住時間考驗的美，往往來自差異本身。古力娜扎與李沁恰好構成了這樣一組極具代表性的對照。他們的身材並非同一類型，卻都在各自維度中抵達了完成度極高的狀態。一位像是天賦型雕塑，線條精準，比例驚豔；一位則更像是被歲月反覆打磨的水墨畫，流暢、溫潤、耐看。他們並不需要被放在誰更好的單選題中，而更適合作為兩種女性身材美感的並行敘事。一、古力娜扎被數據驗證的比例型美感。如果說娛樂圈真的存在行走的身材範本，古力娜扎無疑是被反覆提及的名字。172厘米的身高，約47千克的體重，讓她在任何場合都具備極強的視覺存在感。但真正讓她脫穎而出的，並非單純的瘦，而是比例的極度協調。她的四肢長度、肩頸比例、腰臀分布幾乎不存在短板，這種由基因賦予的整體感在鏡頭中尤為明顯。它最具標誌性的是那雙被反覆討論的長腿，112厘米的腿長佔據身高的64%，遠超亞洲女性平均比例。正因如此，無論是紅毯禮服、T 台風高開叉長裙，還是日常私服中的短褲、短裙，它都能輕易營造出縱向拉伸的效果，形成近似九頭身的視覺印象。與此同時，它的肩線平直而不僵硬，鎖骨清晰卻不突兀，搭配盈盈一握的腰肢，使整體輪廓呈現出極為標準的沙漏型曲線。尤其是在魚尾裙、修身禮服等對身材要求極高的服裝中，她的身體幾乎不需要額外修飾，便能自然貼合衣料，形成衣隨人走的高級狀態。更難得的是，她並非單純的紙片型身材，在極低體重的前提下，仍能保持18%至20%的健康體脂率。大腿圍雖細卻富有肌肉彈性，使得線條緊緻而有力量感。她的身體不是脆弱的、被風一吹就倒的存在，而是兼具柔韌與支撐力。這種瘦而不柴的狀態，讓她的美更具生命力。二、李沁不被數據定義的氣質型曲線。與古力娜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李沁的身材美學。168厘米的身高，常年保持在90斤左右的體重區間，從數字上看同樣纖瘦，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觀感。她的骨架略寬，胯部線條明顯，這在早年曾被貼上胯寬不夠精緻的標籤，但隨着時間推移，這一曾被質疑的特點反而成為她極具辨識度的優勢。李沁的身材更接近傳統東方審美中的葫蘆形結構，肩背挺拔，腰線清晰，臀部圓潤。她的曲線並不銳利，卻極為流暢。緊身長裙能夠放大她腰臀之間的反差，展現女性柔美的一面，而寬鬆休閒裝又能呈現出自然鬆弛的生活氣息，毫不違和。這份美感的背後，與她自幼接受的戲曲訓練密不可分。長期的基本功練習，讓她形成了穩定而優雅的體態習慣，站姿不塌腰，坐姿不含胸，行走時重心平穩。這種從骨骼裡長出來的挺拔，並非靠短期健身可以速成，而是時間與自律的積累。隨着年齡增長，她的身材也完成了一次自然的審美轉型。相比早期略顯單薄的狀態，
如今的她通過瑜伽、游泳等方式強化核心力量，使身體線條更加溫潤而有彈性。這種變化並非迎合少女感，而是向成熟女性身體美學靠攏，不追求極致纖細，卻強調健康、舒展與自洽。3. 紅毯與鏡頭，兩種美感的不同表達場域。在紅毯這樣的高曝光場景中，古力娜扎的身材優勢往往更具衝擊力。她的比例在聚光燈下被無限放大，任何強調線條的禮服都能成為加分項。她更像是為時尚工業量身定制的模特型身材，冷豔、立體，極具現代感。而李沁的優勢則更偏向於鏡頭敘事與角色塑造。她的身材不會第一眼就鎮住觀眾，卻能在動態中逐漸顯現魅力。無論是行走、轉身，還是簡單的站立，她的身體都帶着一種內斂的節奏感，更適合表達人物情緒與性格層次。這也決定了他們在影視角色中的不同適配度。娜扎的身材容易強化視覺符號，適合氣場強烈、外形鮮明的角色。李沁則更擅長通過身體語言服務人物，讓身材成為氣質的一部分，而非焦點本身。4. 審美多元化時代，好身材不再是單選題。將古力娜扎與李沁放在一起討論，最大的意義並不在於比較高下，而在於他們共同拓寬了女性身材美學的邊界。娜扎代表的是一種被精準計算過的比例之美，是天賦型的視覺奇觀；李沁則代表另一種緩慢生長的身體敘事，是時間、修養與自我接納的結果。前者強調衝擊力，後者強調耐看度；前者讓人驚嘆，後者讓人回味。而真正成熟的審美，應當能夠同時容納這兩種存在。結語：身體不是標準答案，而是個人表達。身材從來不是女性價值的唯一注腳，更不該被壓縮成統一模板。古力娜扎與李沁的意義，在於他們用截然不同的身體狀態，完成了同樣自信而完整的自我呈現。一種是老天爺賞飯吃的比例優勢，一種是歲月沉澱出的氣韻之美，一種如雕塑般鋒利清晰，一種如畫卷般流動舒展。它們的存在本身，便是在告訴公眾，女性的身體沒有標準答案，只有多樣可能。而這，或許正是當下娛樂圈最值得被珍視的美學價值。